龍門係屯門區嘅樓王。樓王一般係指同區中地理位置最佳、配套最齊全、質素最高嘅樓盤。淨係睇樓王又點滿足到我哋嘅胃口呢？我哋要睇嘅係樓王之王。咁今集會睇一個4房大單位，望到河景加海景。另外仲會睇多個2房租盤，睇睇屋苑最新嘅樓價同租金水平。去到今日，龍門仲係咪維持到屯門樓王嘅地位呢？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下，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另外啦，都提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喺一棟舊樓入邊，樓高38到44層嘅龍門就特別搶眼，由新地同港鐵合作發展，7座物業 L 字形排開，分咗2期，提供超過1900伙。咁標準單位涵蓋1房去到4房，喺2013到2014年期間落成，樓齡大概11到12年。之所以叫做樓王，皆因樓盤一手推出嗰陣貴絕屯門區。咁雖然龍門喺良十銷之後推出，但係新地就認為政府一系列嘅樓市措施，包括港人港地，唔會影響到項目銷情，對龍門信心十足。而且喺2012年9月公布第1期嘅首批價單，平均尺價去到11200幾蚊，比同區嘅2手貴咗1倍，拍得住市區樓價。由於當時仲未有一手新例，樓價都係用建築面積咁計，換算翻實用尺價嘅話，已經超過14,000蚊，開出同區分層尺價新高水平。皆因第一批全部都係景觀最靚嘅3、4房單位。同今日大部分新盤採取先平後貴嘅策略唔同，龍門當年係先難後易，先推質素最好嘅大單位，再推細單位，營造越賣越平嘅感覺。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做法同當年嘅市況都有關。睇翻二發樓價指數嘅走勢，2012年9月都仲係樓市上升期，市況熾熱之下，先推最貴嘅單位，幫樓盤訂立更高嘅定位，吸引更多關注之後，買家再買啲平啲嘅單位，自然會覺得物超所值。呢一點喺之後推出嘅2期都印證得到，首批實用尺價大概9500蚊，比嗰陣啱啱入伙嘅1期2手造價低咗大概2成。表面上樓價好似平咗，但係實際上只係反映緊單位嘅質素。2期首批203伙，涵蓋1房到4房，唔似得1期第一批得大單位。景觀方面亦都明顯遜色一啲，望內園同埋工廈為主。雖然龍門貴絕同區，但係最後都賣得晒，成功造就樓王身價。背後有4個原因：第一，樓盤配套成熟，住戶可以經基座商場直達屯門站。過海去中環可能就要耐啲，大概要1個鐘。但係對於經常來往中港兩地嘅人士就非常方便。附近有巴士路線可以直達深圳灣口岸，屯門站嘅公共運輸交匯處都有巴士路線去新界各區。而且樓盤基座就係商場，講緊嘅就係 V City， 大概有30萬尺。雖然唔至於係區內最大，但係裡面就有間27000尺嘅一田超市，可以滿足到基本需要。再唔係商場有天橋，可以駁過去屯門時代廣場。住戶可以經商場穿過去區內最大規模嘅屯門市廣場，有大概100萬尺，提供各式商店。附近仲有大會堂、圖書館等等嘅康樂設施。而樓下就係區內最大規模嘅屯門公園，有唔少休憩空間，最啱帶埋小朋友嚟放電啦。第二，項目景觀開揚，龍門就喺屯門河嘅側邊，基座有商場佔高咗，大部分中高層嘅單位景觀都唔錯。最靚嘅係向南望屯門公園，其次就係向東近望同區樓景，遠望九徑山。比較遜色嘅就係向西近望河景同工廈，遠望先至見到山景。最後一類就係望返屋苑自己嘅樓景同內園。第三，項目開則多元化。喺龍門未賣之前，屯門好少有分層4房單位嘅供應。事實上1期就供應咗唔少大單位，淨係計3房都去咗4成半。而且仲可以用有冇主人套廁、有冇儲物室等等，再細分做4款唔同嘅開則。2期加埋就1房到4房都有。第四，
龍門當年推出嘅時候，會所係區內最大，連埋園林有大概32萬尺，面積拍得住基座嘅商場。咁入邊有室內外泳池、健身室、兒童遊樂場、桌球室、宴會廳等等。其中2座20到21樓仲有天際會所，提供空中走廊同埋空中健身室。咁項目而家每實尺管理費大概4個3毫半。去到今日，同區 Novoland 嘅會所規模已經超越咗龍門，但樓盤嘅地理位置同埋配套就比較難有其他樓盤可以取代。因為龍門咧就位置屯門站嘅上蓋啦，咁同埋有埋大商場嘅配套啦，睇翻附近嘅屋苑啦，咁都冇得同呢一度去比較嘅，咁所以咧就算近年樓市調整咗都好，咁個價錢都相對地比較硬淨，咁亦都係全區裏面最貴嘅屋苑。由2013年龍門開始入伙起計，屋苑樓價都隨住大市有上有落。2021年嘅高位，每一尺曾經升到大概19,000蚊，比2013年年尾升咗超過60%。而近日嘅成交尺價亦都回落到大概14,000蚊嘅水平，比高位跌咗接近2成7，同大市走勢相當吻合。睇返今集參觀嘅4房放盤，業主喺2012年9月一手以大概1354萬連一個車位買入，扣咗當年車位價值大概81萬，單位嘅淨樓價大概1244萬。翻查過往嘅成交記錄，咁就喺2021年嘅高位，同處另一間中層4房曾經做過1518萬，咁即係話放盤至少都曾經升值2成2。不過業主就錯過咗喺高位賣樓，而係喺舊年年底先至放盤，以而家14萬嘅叫價計，帳面可以獲利156萬，又或者係1成2，少過大市同期2成8嘅升幅。咁至於單位嘅叫價水平係高定低，睇樓之後再分析。原來呢一款4房單位一手推出嗰陣，發展商特別叫佢做龍門至尊。咁皆因第一期夾埋1080個單位入邊得63伙，全部集中喺一座嘅單邊位，亦即係 B 室同 G 室。咁樣嘅佈局係因為呢一座向南嘅單位望到嘅公園景同河景係最開揚㗎，咁所以發展商都將一線景觀留返嚟做大單位。放盤實用面積855尺，係4房一套連儲物室連廁嘅間隔，咁亦都係最大一款嘅標準戶型，以14萬嘅叫價計，維翻每一尺大概16,300幾蚊。咁難得嚟到樓王單位，梗係要睇一個景先啦。咁單位向南，正望可以見到屯門河同埋樓下嘅公園，而且位於高層，可以望穿友愛村同埋南浪海灣等等。天氣好嘅時候，連青山灣都睇得一清二楚。不過向左望嘅話，視野就會有啲俾隔離單位嘅工作平台遮咗啦。而向右望就會近望工廈，遠望山景。呢一邊後少少嘅九巴車廠，連埋隔離嘅用地，將會重建成為3棟商廈，規模就同國金2期差唔多。咁估計龍門2期向西嘅單位景觀會受到影響，咁但係就唔會影響到我哋身處嘅放盤啦。露台有22尺，同普遍新盤嘅露台都差唔多大。隔離有隻山窗，咁就算閂埋露台門，都仲可以通風。唔計玄關，大廳有大概175尺，樓層高度係3.25米。咁見到地板就唔係原裝設計，估計業主都翻新過，保養唔錯。嗱，因為煲呢個玄關位咧就唔算好大，啱啱好咧就係夠開山大門啦。咁所以如果擺鞋櫃嘅話咧，咁就可能要擺翻出廳度。咁喺我嘅右手邊咧就見到已經係廚房啦。咁預留個通道之後咧，可以考慮翻將個鞋櫃擺喺我嘅左手邊。客廳闊大概3米，咁由於兩邊牆身都有天線掣位，可以靈活佈局梳化同埋電視機櫃嘅位置。咁單位咧就係兩邊廳嘅設計。嗱，我哋先睇飯廳呢邊，咁望上去見到咧就有個陣位啦。所以如果俾我裝修嘅話咧，就會起到咗一組獅字櫃。咁一方面咧就可以修飾翻呢個位置，咁另一方面咧都可以增加儲物量。剩低嘅空間就視乎屋企有幾多人啦，可以擺翻張4到6人嘅餐台。咁我哋由飯廳入到嚟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啊。咁呢度相連一個工作平台啦，咁有通風效果，可以排走油煙。不過工作平台得16尺，咁而且側邊有散熱器，起到晾衫就唔係好建議啦。
購埋開山平台門嘅位置，剩低都唔多地方，或者只可以好似業主咁樣擺啲清潔工具喺度。成個廚房以白色做主調，有曲尺型嘅工作台面，星盤都幾大㗎，方便清潔煲具。單位入伙到而家都係得大概12年，所以都保留住原裝嘅電器，包括Gaggenau嘅煤氣煮食爐、抽油煙機、焗爐，仲有西門子嘅雪櫃、洗衣乾衣機同埋微波爐等等。廚房相連嘅儲物室有大概30尺，冇窗，但係就有冷氣機。在入面嘅廁所有簡單嘅淋浴設備。雖然同儲物室只係用趟門分隔，但係下面有擋水石，都唔怕啲水會濺到出嚟。出返去個廳，轉去寢區睇睇啦。咁4間房咧就由走廊貫穿，呢一間嘅坐向咧就係特別有啲唔同㗎。嗱，佢除咗望河景之外咧，就係以樓景為主，另外咧就會遠望到啲山景。呢一間房向北，同隔離屋嘅大廳都幾近㗎。着重私隱嘅話，最好都係裝返堂簾啦。除咗有露台同工作平台呢一啲比較新式嘅設計，龍門仲有窗台呢一種比較舊款嘅開式。就好似呢個單位咁，除咗主人房，3間客房都有窗台，深大概70厘米。雖然用今日嘅準則去講，就唔計入實用面積，但係3個窗台加埋都有成30尺㗎。好在呢一間房都有大概50尺，比另外2間客房就大啲。就算唔利用窗台，都夠位擺晒睡床、衣櫃同埋書台等等。另外2間客房就一樣大概46尺。雖然空間細啲，但係就同客廳一樣向南，望到河景同公園景，感覺就會開揚啲。如果想保留翻呢一個咁開揚嘅景緻咧，最理想嘅家私擺位咧就係將張床啦，打橫靠向窗呢邊擺，衣櫃咧就可以靠翻牆身嗰邊擺啦。喺未睇主人房之前，我哋先睇客廁，維持一手原裝，有窗通風，採浴缸設計，鏡櫃都有唔少收納空間，整體保養都幾企理啊。主要係視乎個人喜好，睇下係咪要整過啦。最後睇埋主人房，一入到嚟，視線就好自然會俾呢一隻落地大窗吸引住。喺龍門呢個屋苑啦，係得第1期嘅3、4房單位咧，先至有呢一個 L 型嘅弧形窗㗎咋，就可以將開揚嘅室外景緻引入室內啦。弧形窗嘅建築成本一般都會高啲，呢一樣嘅開式特點，正正凸顯出單位嘅身價。冇遮冇擋，再加上轉角嘅設計，我覺得呢一度望出去嘅景觀比客廳嘅更加開揚，而且採光度都非常理想。雖然做咗弧形設計，但係都唔會影響到擺家私。就算計成間房最窄嘅位置，都有2.4米，夠打直擺到張床之餘，仲有走動空間。只不過睡床要置中擺，唔可以貼住窗邊擺，而衣櫃就可以擺過去套廁門口嘅旁邊。入嚟套廁參觀啦，配備有升級。除咗有浴缸之外，仲有企缸，配備雨林式嘅花灑，用色就貫徹客廁嘅色調。而家14萬嘅叫價係唔包車位㗎，買家有需要嘅話就可以俾多200萬同業主買。呢一口嘅車位叫價都屬於市價，因為龍門1、2期夾埋都係得大概214個車位，超過9戶爭1個嘅情況之下，導致車位都有價有市。租用嘅話都要4500蚊一個月。分析埋放盤嘅叫價水平啦。由於屋苑本身都唔多4房，對上一宗嘅同類成交已經要追溯到舊年12月。喺7座中層，面積細過放盤少少，做咗1104萬度。對比尺價嘅話，放盤而家嘅叫價比成交價高出2成。不過要留意2個單位嘅開式佈局都有唔同㗎。而且成交單位向東北方，望工廈同山景為主，景觀就冇放盤咁理想。所以銀行估價嘅參考價值就會高啲。睇返各大銀行嘅估值，介乎1279到1636萬，叫價都算落入估價範圍之內。假設以叫價買入單位，借到最高80%按揭，俾完280萬嘅首期之後，月供大概51000蚊，月入要求大概10萬蚊。買嚟收租嘅話，以同類單位之前大概31000蚊嘅月租咁計，扣埋管理費，
每個月實收大概27,000蚊，推算有2.3厘嘅回報率，略低過大市2.8厘嘅水平。外圍大市樓價跌，租金升，龍門都唔例外。用租務成交比較活躍嘅兩房做例子，近期錄到嘅月租介乎16,000蚊到17,800蚊。由於一般租約普遍為期2年，對比翻2年前嘅兩房月租，介乎大概14,800蚊到17,000蚊。視乎租盤嘅質素，個別單位嘅租金喺過去2年都升咗8%，貼近大市同期嘅1成升幅。參觀租盤一樣係兩房價格，實用面積480尺，叫租19蚊，尺租大概39個路。入屋有個小玄關，業主喺度裝咗塊全新鏡，方便出門口之前整理易用。至於地板同埋廚廁嘅裝修，就基本上維持翻原裝設計。長型大廳有大概136尺，可以用通去寢區嘅走廊，劃分做客飯兩廳，盡頭就相連一個21尺嘅露台。露台咧就係單邊開合，咁呢一塊咧就係緊玻璃嚟嘅，再加上呢個天線接駁位就兩邊牆身都有，咁即係話啦，梳化同電視機櫃就隨意擺都可以。但如果想望到山景嘅話咧，咁就建議個梳化就靠翻呢邊擺啦。出嚟露台睇一個景啦，單位向北，外望景觀以內園同慈景為主，同對面嘅第5座都隔咗一段距離，同第一個單位嘅座向倒轉，向左望見到港鐵站同工廈，向右望就望到同區舊樓。但係受制單位嘅高度，唔算話望到好多山景。廚房就喺飯廳側邊入去，用色同埋設計就同頭先嘅放盤差唔多。以兩房單位嚟計啦，呢個廚房嘅面積咧都唔算細啊，其中咧星盤個位置咧都比我想象中大。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足夠空間去嵌入晒基本家電。不過家電配置就同大單位唔同啦，主要就少咗個焗爐，同埋一啲電器嘅品牌都轉咗，主要嚟自西門子同飛哥。雖然上下兩邊都有櫥櫃，收納空間都算足夠，但係我覺得工作台面就略嫌少咗啲啦。對於一啲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嚟講，都未必夠用。廚房外連16尺嘅工作平台，呈窄長形。轉過嚟客房睇下啦，大概46尺，同客廳同向，外望景觀一樣以樓下嘅會所為主。相比呢間房嘅面積呢，我自己就覺得咧呢個窗台都唔細㗎。想好好利用埋呢個地方呢，就可以考慮訂咗啲窗台傢俬。客房對面就係客廁，雖然呢一度嘅面積同頭先睇嘅4房客廁差唔多，但係因為門口開正中間，變相就有條件做多啲台面，一樣有浴缸，但係就冇窗，主要靠抽氣設備通風。最後睇埋主人房，有大概70尺，開即市正。主人房咧空間都算幾闊落啊，就算唔利用窗台都好啦，都夠位擺到雙人床同一個雙門衣櫃。不過如果諗住靠窗打橫擺張床嘅話，開閂窗門嗰陣就有機會跨過張床先至得啦。睇返龍門一期近期嘅兩房租務成交，面積同參觀租盤差唔多，做得比較理想嘅租金水平都係大概17,800蚊，即係話而家嘅叫租略為高過市價大概5%。不過租金水平都好受到租盤嘅供求、內部裝修呢一啲嘅因素影響。如果租盤係有提供埋家私嘅話，租金都會貴啲。所以情況許可之下，都建議租客睇多幾個租盤。而家喺28House App 嘅龍門租盤，一共有8個，兩房月租由大概15,000蚊到19,000蚊不等。龍門咧，我就係第2次睇嘅，但係4房單位咧就係第1次啊。今次嗰個單位咧，我自己就幾中意嗰個主人房嘅弧形窗啦，因為佢嘅景觀咧好開揚啦，咁做呢種設計咧就可以好好咁樣配合翻個景色啦。你哋又係咪咁諗咧？都留言話俾你哋知啊，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